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首先呢，我想给大家说明一下啊，我们这画面这里，因为你们画面是左边有个柱子，这个红色柱子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这个凉亭它的结构就是这样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说说啊，就是我昨天去桂林去看了医生，我就说说我去看医生的经历吧。然后呢，我想跟我在德国的经历呢一起来说说，对比一下，没有好坏之分啊，我只是想分享我的经历。昨天我临时决定我去桂林瞧瞧病，因为呢我的手臂，我给大家看看，我的手臂这里啊，可能有职业病，我认为是职业病啊，就是它这里面应该是神经啊，这段时间感觉啊越来越痛了啊，特别是摁着的时候啊，这里这种疼痛感比较难受。我认为是因为每天我那个坐在电脑前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相当于鼠标手，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有点这种职业病了吧。然后呢，昨天我就在网上用手机我挂了号，这手机挂号我不得不说啊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我就是当天才挂的号，手机上网的时候显示，比如说上午某某医生还有多少号可以挂，然后下午呢是另外一个医生又有多少号还可以挂，我看着呢一目了然。上午那个呢，可能他的资历没有那么老，所以挂号费是10块钱。另外下午那个是主任医师，所以挂号费是15块钱。这挂号过程呢非常的简单，因为我自己呢是外籍护照，所以呢在国内啊瞧病还是有点麻烦的。我试着用我自己的护照呢去挂号，但是没有可能，因为呢没有护照这个选项，没有办法啊。我是说我去挂号的这家医院没有这个护照这个选项，只有身份证或者是港澳台同胞那种，可能是身份证是什么，反正呢外国护照这项没有选择。所以呢最后我找到一个折中方案，反正没有用到医保，所以我就用了我哥的名字去挂号。我挂了号之后，就骑着我的电动自行车出发到高铁站去了。我现在坐在这里就能看见高铁站，大概直线距离就是5公里左右。到了高铁站，把我的车放好，我才买的火车票，离开车还有20分钟。所以现在其实在国内啊，出行非常的方便。当然，你要那个避开节假日啊，特别是避开什么5一黄金周啊，还有国庆黄金周，以及春节。除了这些时段之外，一般来说，在国内现在火车票都非常的方便，很容易买。我记得当年我去德国的时候，我上他们的火车，看到德国的火车竟然有那么多空位，我就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当年中国既没有高铁，而且车次又非常少，出门坐火车简直啊，就像打仗一样，要提前好几天去抢票买票。甚至呢，我当年我在北京念书，要托关系才能买到票，所以当时我去德国，看见德国的火车有那么多空位之后，我就想，什么时候中国的火车才能达到有空位的程度？那我想中国就发达了。好了，这是我昨天坐火车的时候，我想起当年我自己啊对德国铁路、对德国火车那种感想，有感而发。因为昨天只是普通周末，并不是一个节假日。所以呢，我那个车次其实特别的松，上去之后很多的空位，我随便选座位坐。所以呢，我就马上想起了我当年呢去德国的时候，我看见德国火车有感而发，然后就想起了昨天看见中国的高铁终于也有空位的时候。当然了啊，从经济角度来说，如果一趟火车空位太多，也是亏本的或者不经济的啊，这是事情另一面。我只是想起我当年曾经有的想法。然后坐上火车之后准点出发，这在中国是常态啊，在德国那就另外一样了啊。我不止一次说过啊，就是德国的火车它正点率非常的低，比如说它的长途火车正点率，德国铁路自己说是60%，但是实际可能达不到。列车正点开了之后，一路两边的风光特别的美。本来我们就在大桂林地区，我们这一带的风景本来就很美，坐在火车里面看着流动的风景，心情特别的好。我一直每一回我出行，我都感叹中国的大好河山实在太美了。以前我没有那个感受啊，可能以前不懂事，或者呢以前离家没有那么久，
所以呢没有那个感觉。而现在我每一次回家回祖国，我就感到祖国的河山真的太美了，我是暗暗感叹啊。所以呢，我昨天也拍了很多沿路看到的风景，也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美景。我昨天买的票是从宫城到桂林西的，其实呢，桂林有3个站，桂林北还有桂林站。我去那家医院最好其实是到桂林站，但是我昨天迟了半小时出发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坐到桂林西。没有关系啊，对我来说都是体验。到了桂林西之后，也就是很正点啊，反正我想无所谓，我就打一个车吧。网上打车非常的方便。我昨天试了一个新的打车方式，也是滴滴打车，但是我用了滴滴拼车。这拼车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它比自己打车单独打车要便宜很多。我看了一下网上那个显示距离是14公里，从桂林西到桂林人民医院在象山区，它显示拼车的一口价是19.83块人民币，我就感到不可思议的便宜啊！因为那个时段人非常的少，我就想可能拼车的人也不多吧，也就是说在路途可能用的时间也不比自己单独打车长的很多，所以我就想我就试一次吧。好，真的，我发出拼车的请求之后，大概1-2秒钟，那个人就接单了。我认为可能是自动接单的吧，他已经等在那里了。我一眼就看见他的车牌，然后我就走过去。在走过去的时候呢，他就给我用手机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里？我说我就在你的车旁边，然后我就上车了。因为这趟呢特别便宜，我就不好意思老跟那个司机在说话啊、拉家常，或者打听他的私人收入情况等等，我就全程保持安静。也好，我就可以看看窗外的城市的景色。然后大概行驶了10分钟左右，有位女士带着她孩子也拼车了，她是去那个博爱医院的，因为她的孩子可能有一点毛病吧。大概5分钟之后，她也下车了。我没有打听那位女士花了多少钱拼车，应该没有我的那个贵，因为距离更短，大概就是1公里左右，我估计就4-5块钱。大概呢，整个过程14公里拼车，大概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样子。到达那个目的地，也就是桂林人民医院之后，看到显示的价格就是19.83元人民币，非常便宜，就是2.5欧元。我算了一下，在德国打车14公里的距离，在德国大概要40欧元左右，也就人民币大概300多一点，310人民币。而我昨天花了19.83元，2.5欧元。人民医院，我看到人山人海，后来我才明白。他们在医院前面的广场搞一个什么活动，所以人特别多。进大门之后就有客服人员，他问你需要什么帮助，然后我说我需要到骨科，他说在3楼。我发现啊，这个桂林医院，我一进去我就感到他们的服务非常的好。到了3楼之后，找到我的骨科，然后呢，我用我的手机扫了个2维码，相当于领一个票。就是相当于排队的票，就是说虽然你在网上挂了号，但是同一个时段，比如说我是挂了11点到12点的，大概可能有40位病人挂了号，所以他提醒啊，提前半个小时到那个地方去领号排队。所以呢，我就按照他的要求用手机扫描2维码。我领了这个号之后呢，我一看我前面等待的人数是0，所以我就明白了，我不用排队，直接就到那个医生那里去了。那个医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，从他脸来看，大概可能不到30岁，非常年轻。反正我觉得啊，就是刚才说了，我这个手的肘子可能有点毛病，所以我就给他描述了，我说大概就是1-2个月以来，我这有疼痛感，然后呢这几天我感到这个疼痛增加了，我有点担心到底是什么毛病，所以呢我就专门来请专家给我看看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就是这地方里面发炎了。他说我可以给你3种方案，一个是要打什么骨髓方面的什么东西，我听得不太明白啊，就是要抽我的血，然后对血要什么处理，然后又注射进去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给我打止痛针。第3个就是要我自己休息，不要太加重我这个手这个压力。这3种方案是他立即就说出来的。首先我说我否定第1种方案，因为我的手我觉得没有达到这个严重的地步。另外呢，可能这个治疗方案非常的花钱。第2个治疗方案，他说给我打止痛针，
我一想，止痛针只是治标不治本，对吧？就是打止痛针，这个药效期间可能我的手不疼了，过后呢，我的手又疼了，其实呢没有真正的治病，所以我就猜想，其实啊我的病肯定没有那么严重。然后呢，我就否定了他第二个方案，就是说我会按照他的第3个方案去保养我的这个手吧。然后我就问他有什么药吗？他说没有，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效率非常高，连任何药都没有。就是说医生认为我这个手不需要什么药，他就没有开药。刚才我说了啊，我可以打止痛针，对吧？我不想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治标不治本，不需要。然后其他药什么都没有给我开，最后呢，我就交了10块钱的那个挂号费，只有10块钱。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10块钱呢？因为没有其他费用啊。我昨天去看，我没有医保的啊，而且我想没有医保也无所谓，反正到时真的给我开药也不会花多少钱。在中国是外国人，没有医保。虽然我买了我德国医保，但是呢，我不想用，因为就是看这点小病，要向他理赔太麻烦了，10块钱，对吧？那我就想，如果我这样瞧病，在美国如果没有医保，要花多少钱呢？门诊啊，去跟医生谈那个5到10分钟，在美国挂号费可能要100美元左右。因为当时我在美国纽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，我就想去看医生，因为我知道美国的医疗费很贵，所以那天呢，我就专门问了，我说我先不交费啊，我就先问你们，我在这里这样问你们要花多少钱？如果我在这里挂号，然后看病，我一共要多少钱？他说在这里挂号要106美元，好像当时对我说的，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什么医生的诊费等等等等。后来我一听都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只是消化系统出了问题，所以呢，当时我就拒绝了，我又回到药房去买一些东西，我吃了，过了2天就好了。像我这个病啊，我去美国看病，没有医保的话，我相信去看之下，起码要1000到2000美元，肯定要。因为以前我在网上读了很多关于美国医疗的故事，这是我在广西桂林人民医院看病的经历。因为我提前用手机挂号了，根本就不用等1秒钟都不用等，直接用手机扫描那个二维码，前面显示等待人数为0，我就可以直接到医生那里去了。我跟他前前后后说话，可能5分钟就不到。因为像这种不是疑难杂症啊，可能比较容易诊断，整个过程非常的高效，而且那个医生没有给我开很贵的药，根本没有给我开药。然后我就问他，就这样完了吗？他说对呀，你没事了。然后我就出来了。我给大家拍拍整个医院门诊部的情况吧。虽然人非常的多，但是我觉得那里专门有咨询的人，你问他，或者他主动问你需要什么帮助，然后会立即得到帮助，这点我觉得非常的不错。然后我就想把我这个诊断病历打印出来，那个医院也可以帮打印的，而且免费打印。原来我以为我要自助打印，然后呢，我就走到那2、3台机器那里，按照他的提示操作，但是呢，用我的那个门诊号扫描不了，然后我就径直走到服务台去问那个美女，她说像我这个门诊这个啊，就直接在她那个地方打印就可以了。她扫描了我手机上那个挂号二维码，然后立即10秒钟之后就把那个病历打出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看我自己的病啊，所以呢，我的经历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启发意义，因为整个过程啊让我感到非常的吃惊。桂林人民医院人很多，看病的人真的很多，但是呢非常的高效，这一点呢让我至少对桂林人民医院这医疗系统呢刮目相看。回祖国大陆去治病，我觉得不为是一个好的方案，真的太高效了。而且像我这样门诊只花了人民币10块钱呢，至少我知道我的病在什么地方了，对吧？这个是骨科的病，在德国没有骨科。首先，如果我在德国要看这个病，我肯定要到我的全科医生那里，他诊断不出之后，然后才给一个所谓的转院单，然后呢把我推荐到另外一个专科医生那里，可能与骨骼或者是四肢有关的医生吧。
所以在德国看病呢，要比在中国要复杂得多。而且在德国还有这个问题啊，比如说我当天我就想看病，在德国几乎不可能。虽然我不能100%排除那个可能性，我是说几乎不可能，对吧？我没有把话完全讲死，但是我的心里想，肯定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不可能当天就给你去看病的啊。一般是这样啊，你打电话或者在网上预约，很可能是预约到2周、3周，甚至2个月之后，那个医生才给你机会去看。这是德国的情况啊，应该在其他西方国家差不多吧？听说什么美国啊、加拿大、英国都差不多。所以呢，在网上有的人调侃啊，如果你有病，到你预约上，到你看那天，你的病早就好了，或者已经归西了。作为一个外籍身份的人，没有中国的身份证，没有中国的医保卡，用我哥的名字挂号，没有消耗他的医疗服务。所以呢，我请一些喷子呢，不要乱喷啊。这就是我这次呢，在我们中国广西桂林人民医院就诊门诊的经历。因为我很多年真的应该有20年左右了吧，或者多少年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反正好多年了，没有在我们中国的医院为自己看病了。所以这次我在桂林人民医院的看病经历啊，特别的惊喜，与大家分享。看完之后，我买了火车票，然后又坐上车回来了。下午那个天气就突然变好了。所以呢，我又给大家拍一段我从桂林经过阳朔回到宫城非常美的景色，真的是太美了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呢，欢迎大家来广西旅游啊，看看我们这里的风土人情以及风景。广西人民欢迎你们啊！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见。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到车门口等候。阳朔站就要到了，有下车领导把自己行李物品拿好了，准备下车了。阳朔站。我在阳朔站下车的，你给我把自己行李物品拿好了，准备下车。有晚上把自己行李拿好了，那有没有晚要不要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阳朔站到了。在阳朔站下车的旅客，请带好行李物品，有序下车。下车时，请留意车门与站台之间的空隙，照顾好。阳朔站到了，下车的旅客带好行李物品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阳朔站到了。在阳朔站下车的旅客，请带好行李物品，有序下车。下车时，请留意车门与站台之间的空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动车组列车旅行。本次列车全列禁止吸烟。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宫城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动车组列车全列各部位禁止吸烟，内含传统烟草及电子烟。违反者将依据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及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，并列为铁路运输领域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，在一定期限内限制乘车。宫城站就到了，下车旅客到。在宫城站下车的旅客，请带好行李物品，有序下车。